带着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艺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观众朋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到的就是美意开战了。好，虽然现在说是停火的状态哦，但是看起来在外交谈判桌上哦，真的也没有这么顺利哦。好，首先当然是要看到他们在第一回合的这个谈判哦是未果的哈，我没有讲破局哦，我讲未果。好，原因就是因为后续还有一些时间嘛，我们也等着看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发展。好，但问题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紧张哦，说飞弹锁定部署无人机，伊朗公布了驱离美军舰的一个影片哦。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影片哦，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无人机的监控影片哦，就看到说美国海军2艘飞弹驱逐舰哦，最近试图进入波斯湾。好，革命卫队海军把他们锁定之后美方的这个军舰就被迫撤退。那据伊朗的消息，当2艘的美驱逐舰跟随行舰抵到波斯湾入口时，伊朗的巡航导弹就已经完成了锁定，就 target 好，攻击无人机同步部署只给了每舰30分钟撤退的时间。好，2艘美国的军舰选择立即撤退。好，距离他们被彻底摧毁只有差大概几分钟而已。好，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这个冲突的局势其实是有升高的状态。好，那伊朗这边怎么说呢？其实伊斯兰的议会副议长就讲说在这40天的战争当中其实美国应该已经明白胜负是由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战场上的优势来决定，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空谈。那甚至还讲说外交不是发号施令的舞台。那他就讲到了这个美国最在意的赫姆兹海峡，他说赫姆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所以此战略水道完全是由伊朗来掌控，而且未来所有的通行费用必须是以伊朗货币里亚尔来支付。好，那目前看起来在美军的口中说伊朗的海军不是几乎全灭了吗？好，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看起来这个无人机或锁定美国的海军的这个飞弹驱逐舰到底现在伊朗的海军到底是如何？我们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快艇自杀小艇仍旧存活，那对航道其实还是有严重的威胁。所以这位是美国的退役海军中将，他说伊朗目前已经失去了80%到90%的海军战力，但剩下的最后10%其实才是最难对付的部分。所以有人认为伊朗不对称的战略还是有它的影响力存在那目前看到美伊的和平谈判是破局的。那美军在台湾时间的13号晚间10点开始，说要封锁伊朗的港口。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12号的时候公布，他说美军将从13号开始要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来实施封锁。好，不过伊朗对此回应说你这个威胁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举动，说任何的误判行动都可能会让敌人陷入了致命的漩涡。好，那目前我看起来有可能就是伊朗在这边有设一条这个通行的匝道，美国是不是在这边又设了一条？所以看起来也真的是蛮荒诞的啦齁。好，那现在川普还是在开炮说我可以在1天之内摧毁伊朗，让他们能源完全完蛋。说伊朗如果无法达成结束中东冲突的协议，他就会摧毁伊朗的发电厂跟其他民用能源的基础设施。大家有发现吗？川普说的话又跟之前一样嘞他之前不就曾经讲过要摧毁伊朗的发电厂吗？一直不断的他口延后，现在又再来一次好，那当然川普又说那个美国的海军将及时的阻止任何船只出入赫姆兹海峡，而且要在国际的水域搜查并扣押每一艘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的船只。好，任何胆敢向美方或者是和平船只开火的伊朗人将被炸进地狱。好，有人就觉得川普不断的放话威胁伊朗，好像在给自己壮胆。那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美伊的谈判其实也说有点内幕
先看的是伊朗代表，他说，其实，在两国的谈判当中啊，这个美方提出的3大的无理要求，那这是伊斯兰的议会国安会的副主席所说。他说，美方是要求跟伊朗在赫姆兹海峡的利益第一个要利益均分，然后第二个是美方要求伊朗叫所有60%的浓缩铀都要运出境外。那第三个是美方还要求要剥夺伊朗在未来20年内的所有铀浓缩权利。那当然伊朗不从嘛，抵抗了上述美方的无理要求。好，那现在美国的智库学者呢，他就说目前的谈判核心的症结点就在于伊朗的核浓缩计划。伊朗方面始终认为他们在2015年的核协议就只有承诺不制造核武，但不等于放弃发展相关的技术。好，那这次美国跟伊朗直接会晤在结束之后，我们看到 BBC 也报道说美国跟伊朗双方还是继续会透过巴基斯坦从事一些间谍的会谈。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会谈美方派的代表就是他们的副总统范斯。好，所以呢，范斯我们看一下画面因为是21个小时长谈卫国。他在离开之前登上的是这个空军2号。他离开巴基斯坦登机时看到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美国已经表明了底线。那他也强调自己跟美国代表团还有一直跟川普保持着沟通。但是也有报道指出说美伊代表团在谈判的时候，其实川普跟卢比欧正在观看的是格斗比赛。好，这个期间呢，其实卢比欧跟川普还交头接耳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关的画面。好，那当然川普并没有表现出失望或是愤怒的情绪，对摔跤的选手还甚至摆出了一个比较僵硬的笑容。你看，好僵硬感觉就像是 AI 一样好，那当然好像假装不在意，但是表情好像出卖了一切。那现在范斯空手而归美国对于伊朗的下一步每一个选项说都是难关那包含了跟德黑兰就他们的核计划的未来进行了漫长的这个谈判。那还有重启这场已经造成现代史上最大能源中断的战争企图会全面击败伊朗，甚至赫姆兹海峡可能也会进行漫长血腥的军事斗争。所以看起来要收场还没这么简单呢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就是呢，美国的海军2艘飞弹驱逐舰进入到了波斯湾。好，那这当然也被伊朗的无人机给锁定。我们先问亮哥。所以叫你手上要留油单，就这意思。今天油就大涨，现在101。你看这样起起伏伏呢，像心跳一样。这次恐怕会更高。哇！不，因为冲突才刚开始他一定会这样慢慢摆荡上去。而且美国还要再封锁赫姆兹海峡1层，那岂不是让能源出来的更少？他这个动作莫名其妙嘛，你这样怎么收费？所以美国摆那1层是纯粹不让人家出来吗？不然你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伊朗方面已经用无人机锁定那个美国舰队，那美国舰队收到警告那他们现在还在后撤，不能太靠近，不然他会用无人机的群机来炸你就是这样。我觉得 J.D. Vance 并没有被受太多的权利啦，那这个谈判本来就不会成功因为你明明没有打败人家，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当作战败国？这样的谈判怎么可能成功？而且伊朗到目前为止他是越打越顺所以他当然会觉得他既有的打法是正确的，既有的准备也是正确的。那核浓缩的部分为什么他不能够放弃？因为谁能够保证以色列不会用核弹打他？以色列已经有核弹了，谁能够保证？我觉得这个议题还没有浮上来了，那早晚会浮上来。如果你都是这么要求的话，就只有伊朗不能发展核武。他说你会危害周边国家嘛？其实他发展核武，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怕被以色列打，只是他不愿意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好像有点这个目标不强的国家都不愿意这样讲了。美国绝对不会承认说我怕被俄罗斯打，所以我要发展核武
他不会这样讲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动机啊，真正的动机，因为你去看嘛，以他发展的导弹的状况，周边海湾国家就已经不是对手了嘛，他有必要发展核武吗？那就是恐怖平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局啊真的是很麻烦的。那我觉得基本上你想到的招，人家都想到对应的方式，那你这个谈就没有压力了。比如说那个海格塞那边叫说我们要去打伊朗的公路嘛，不是吗？那川普是说电厂嘛，伊朗都已经锁定了，你打我的电厂，下一个目标我就要打那个阿布达比，那个叫新门计划 （Stargate）， 就是那个软银孙正义不是要在美国盖 Stargate 吗？结果他第一个先在阿联酋落实了，投资300亿美元，他等于是 OpenAI 的数据中心了。所以如果明天你突然发现你 ChatGPT 有点怪啊，那可能就是被炸了。哦，最近已经发现有一点怪了。我跟你讲哈，那一个炸那个数据中心300亿美元的，6个公司投资了，所以你那么高价值的东西就摆在那里，你也没地方搬啊。那你炸伊朗的电厂多少钱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家都已经备好了要打你哪里啊？我甚至认为可能已经列入飞弹的坐标了啦。所以美国如果你要把这个考虑在内，不然伊朗会认为他获胜的。你炸我电厂，我炸你数据中心，那他如果认为他获胜，对你造成的压力或者美国内部的慌乱，他可能就觉得他胜了，就变成这样。哦，确实，现在整个战局哦，感觉又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那当然是以外交谈判为优先啦。赖教授，我觉得外交谈判没有破裂了。虽然我们讲说他们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就是双方没有宣布破裂。而且呢，事实上成绩虽然下降，但是还是希望有这个转圜的可能性啊。我想这一次的谈判基本上是成熟的，这代表什么？美国也是希望用谈判来结束，伊朗也是希望用谈判来结束。那既然双方都还是有这个期待的话，我想我们就不用太过于悲观。但是问题就在也没办法乐观呢。为什么没办法乐观？因为目前来看，双方都在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了。小布希号还在往这个往这个中东地区在移动中。美国继续在征兵，现在传出142野战炮兵也已经准备要赶到中东地区去了。野战炮兵跟一般导弹部队不太一样，跟战斧巡弋导弹不太一样。战斧巡弋导弹它可以用空射的、用海射的、用岸基的、陆地上的，但是它是距离比较远。但是野战炮兵它是距离要推得很近了，推得很近，但是它的炮弹相对来讲就很便宜，数量也就比较够多了。那为什么美国继续在征兵的过程，就是保持一种高压的这个姿态？您看，在11号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的一个军舰就伪装成为这个民用船，就要穿越赫尔木兹海峡，这是一种测试。也就是说，我在跟你谈判，我在测试你对于我穿越这个赫尔木兹海峡，你的态度怎么样，你的反应怎么样？二方面在对外面放出讯息说我们已经打通了。好像故意要放出这个讯息，只是他的这个动作被识破，那伊朗就告诉你说，我给你30分钟，你不走，那我就打了，而且已经开始锁定他了，锁定他，对方的雷达一定有感受到，不然的话他不会走的。那也就是说，我锁定你了，我把这个讯号给你了，然后你自己知道说你不走，那就准备挨打，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说，我再给你最后通牒了。你再不走我就打，那美国当然走了，一走以后就不打，那危机解除。但是就代表什么？代表在谈判的过程里面，美国还是不断的在测试伊朗的反应，也不断的想对外表达出说我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姿态。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川普本身是错估形势，误判了。我们强调伊朗没有被打败，所以这不是在伊朗被打败的条件下进行的谈判。而川普的姿态摆得太高了。赫尔木兹海峡是要交换停止战争，浓缩铀是要交换你对于
这个制裁的整个解除，哪有说你什么都没有给我的情形下，我就全部开通？所以我觉得川普的那个笑就那个笑很假的笑，我们都可以知道他内心里面充满了挫折感，然后所以就僵在那地方的假装笑。你再怎么假也没用了，川普，人家一看到你就知道你都在假。对，所以他就只能用社群平台嘛，一直不断的写嘛，因为我看到他也还有写说，你看这个军舰过去都没有事情啊，就代表伊朗其实也没对我们怎么样哦。你看就是爱讲嘛，盛峰委员，就好像商业谈判里面所施展的那一种极限施压，想多取一点就算一点的态度了。但是放到国际政治上来，差太多了，因为双方背后所拥有的实力跟商业谈判差太多，道理同，但是后面的实力差很多。现在的整个的谈判越来越像韩战结束前的那个谈判，中美双方都希望在谈判的举行之前能够发展一场胜利把对方给压制，然后来取得谈判的筹码。但是问题是难啊，为什么难？因为你这一次战争里面没有最重要的陆战嘛，你只有用空军，只有用轰炸，从来没有用轰炸可以炸赢的啦。你可以看看2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对伦敦炸得多惨啊，有没有投降？没有投降。那个美国对东京炸得多惨啊，有没有投降？没有投降。那除非你丢了什么，丢原子弹嘛，否则你就是登陆。没有登陆是没有输赢胜负的。尤其对一个9000万人口山多平原少的国家的人口分散那么大的国家，怎么是靠着这样可以赢？所以我的看法现在应该是美国比伊朗还焦急，美国比伊朗还焦虑，因为最起码伊朗没有立即而明显的政治危机，而川普来讲，他的11月份就像戴娜一样天天等着他。所以我对于这一场这个谈判呢，我认为最后还是会顺利的。会顺利的原因是，美国你必须要顺利嘛，因为你有太多的事你解决不了，你不是靠着威吓你能解决，因为整个的情势对他很不利。先不要讲国内，我们就讲国外。到现在为止，哪一个盟邦是挺他的？全世界认为你被人家看破手脚，你的武器库原来是这么有限，你的军工产能原来是这么有问题，原来你的国家的价值是经不起考验，原来你的领导人是如此的失能和失德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情况，你凭什么去赢呢？他现在去封锁荷姆兹海峡，我还想起2个事呢。那第一个有没有觉得，俄乌战争是美国率领很多国家去制裁俄罗斯？这美伊战争是美国搞的制裁全世界，对不对？这不是很荒谬？那你怎么有同伴呢？你怎么有盟友呢？第二个，你是世界警察或者是黑道大哥因为他说好，我谈判的理由之一，荷姆斯海峡你收钱，我要分红。这什么？这跟黑道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从世界警察沦为黑道这一场仗他自己不收拾是解决不了。伊朗时间压力不大，美国时间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好，白道黑道好像真的只有一线之隔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国跟伊朗虽然在外交谈判桌上持续的在斡旋当中，但是其实在中东这边还在打的是哪里呢？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以军跟黎巴嫩真主党持续的交火。这根据以色列的消息来看这以军近期包围了是宾特朱拜勒对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地的据点、基础设施还有相关人员实施了打击。好，那黎巴嫩的真主党当然也有进行回击他们说当天也用了火箭弹来这个攻击位在以色列北部的以国防军的第146师的总部等地。好，所以看起来这互相交火还没有结束。那以军的坦克也冲撞到了联黎部队的车辆。好，这是根据联合国的网站消息在当地时间的4月12
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布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2次使用了坦克来冲撞他们的车辆，严重危及的是维和人员的安全。好，连维和人员都不放过。好，那现在呢，黎巴嫩的总理萨莱姆他也说正在努力的制止以色列跟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攻击哦，黎巴嫩已经有2050人死亡哦。那纳坦雅胡还是继续讲说这战争会持续哦。所以我们来看看纳坦雅胡啊，他说最近前往了黎巴嫩南部慰问部队时哦，就说以军已经消除了真主党的入侵威胁。好，他到底怎么看战事呢？我们带大家听一下。לאחר פניות חוזרות ונשנות של ממשלת לבנון לפתוח איתנו במשא ומתן לשלום, אני הנחיתי אמש בקבינט לפתוח במשא ומתן ישיר עם לבנון כדי להשיג 2 יעדים. 1,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מנשקו, והשני, הסכם שלום היסטורי בר קיימא בין ישראל ללבנון. 好，他开出了2个条件哦，但是一轮一看就知道弯转 b o c o l i n 哦，2个人互相有共识哈。好，那当然现在欧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也说啊，欧盟是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所以也要求以色列要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些欧盟啊，或者是大家一些国家哦，对于以色列的要求，通通以色列哦都是装听不到啊哈。好，所以纳坦雅胡现在真的很难收手哎。我们看到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有特别讲说啊，其实伊朗跟美国的谈判距离达成哦，只有1步之遥。好，但是他就爆料说啊，纳坦雅胡在谈判期间哦，致电给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哦，因为他这次是领导美国这个去开会去谈判的人。那纳坦雅胡就呼吁说啊，要从焦点哦，从美伊的谈判转到以色列的利益上面，导致谈判中断。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这整个美伊的谈判里头，还有一个中间人哦，就是以色列。那现在呢，前福斯的王牌主播啊，卡尔森就说啊，其实川普是纳坦雅胡的奴隶哦，他讲的其实蛮难听的哦。他说美国是被诱导卷入到这场战争的，那这场战争哦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不是美国自身的利益。那川普无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而是受到外部势力的限制。好，那确实，伊伦也曾经想到说啊，之前这个美国前总统拜登好像也曾经被纳坦雅胡要求好要介入中东的战事，但是当时拜登没有哈，只有川普这个比较特别的人才会听纳坦雅胡的建议。好，那现在纳坦雅胡是不是也要受审呢？这是央视新闻报道，随着以色列政府解除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实施的国家紧急状态，那要对总理纳坦雅胡的腐败案审定哦，是在12号恢复，但是他的律师已经正式的请求推迟被告的本人出庭作证。那以色列现在暴走重击黎巴嫩哦，那纳坦雅胡难以收手，他有3重困局，我们带大家分析一下哦。当然就是第一个战略的困境，因为目前看起来打不赢，却也停不下来。那再来就是政治的困境因为他这个安全总理的招牌现在是动摇的。还有一个就是国际的困境，因为美国支持正在松动，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哥俩好真的是一对宝。看起来在整个区域的局势跟他们自己国内的上面都有问题。好，那在这3重的困境交织之下战争不再只是军事的选择，而是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动态。即使停火的协议存在，区域的冲突仍然可能持续的延烧。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也是随之升高。那当然，很多人认为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以色列，那也包含了美国根本拉不住它。好，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持续的交火，可能会升高整个区域的冲突。以色列这个本来就是他的2线作战，这是他的目的啦，就扩大领土嘛，那打伊朗是为了削弱伊朗，打黎巴嫩才是真正的大以色列计划啦。所以这个本来就会打的。所以你看，以色列比美国更了解他们的目的。当然啦，川普就是呆子嘛，是笨嘛，这个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连他和卡森都受不了，公开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个显然是对以色列有利的战争嘛。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停战
如何确保以色列不打伊朗，就会变成很困难的议题。因为美国不打，完全可以理解，美国打没什么好处啊，可是以色列不会停止啊，所以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啊。其实真正啊，我觉得能够解决的是以色列的国民自己要看清楚了，就是他们要把纳坦雅胡弄下台了，那这个战争就有机会结束了。因为你纳坦雅胡背上了51个斩首的血债，怎么可能结束？伊朗一定要报仇啊，那就会集中你啊，因为是你干的啊。其实战争只要有这种东西都很麻烦的，就是说你就是负上血债的人啊，那就会难以结束了。所以其实以色列透过国内的政治跟司法程序啊，处理纳坦雅胡啊，事实上是止战的一个最积极的做法。我认为以色列换任何另外一个人上来都不会这样打了，因为你要知道，有那种大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这个主张本来就非常激进了，而且还要付诸实行。显然就是纳坦雅胡他要留下历史遗产嘛，就我要让你们记得我历史定位啦。对啊，我帮以色列扩大领土啊，不然你看他打黎巴嫩那个样子，跟打加沙出手都一样，这才几天就死了2000人，这个根本不是打伊朗的手笔啊，他根本就乱炸嘛，他不敢这样打伊朗啊，美国也没有这样打伊朗啊，除了那个误炸那个学校之外，他们打伊朗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军用机资产为主啊，军事目标为主啊。那以色列显然不是嘛，他炸黎南根本就是不分对象乱炸，所以我觉得就非常清楚，他就是要逼你跟以色列中间产生一个缓冲地带，那他未来就要进入扫荡，就是全部都炸掉，然后到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就要进去了，然后进行扫荡，然后要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加沙就是这样打的啊，只是黎巴嫩比较大而已啊。好，自古以来追求历史定位的政治人物其实是最可怕的哦。那所以一轮要改一下说法，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以色列，是纳坦雅胡。好，赖教授。内塔尼亚胡他现在所做的事，其实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也正在间接的默认中啊。他在往南扩张领土，就是加沙地区。是。他并没有说啊，我今天对哈马斯打败了以后，我打败了哈马斯之后，我把这个加沙交还给这个巴勒斯坦，没有，他要控制整个加沙，他要跟美国来去分割整个加沙，把加沙列为他的版图。他在过去长期以来使用这种蚕食鲸吞的方法，把约旦河西岸的吞垦区几乎都吃了一大半了。然后他现在也要借由美国的力量去削弱伊朗，因为如果他没有用美国的力量去削弱伊朗，不然以色列如果去没有理由的攻打黎南地区，也就是打真主党的话，伊朗是绝对会反击的，而伊朗的导弹会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痛苦。你想，如果今天美国没有介入战争，而只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伊朗把他的所有的导弹的力量都集中在对付这个以色列本身的国土面积上的话，以色列今天的受到的伤害损失会比现在大不知道多少倍。而且如果没有利用美国的力量去把伊朗的海军摧毁，把伊朗的空军摧毁，那现在以色列承受到的攻击可能会更大。所以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他最好的目的就是去把这个川普引导进来，然后介入伊朗的战争。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国土，也就是往南扩张他在加沙地区的国土，往东扩张他在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国土，往北他要占领黎南了。所以你看他现在的对黎南的打法，就是黎巴嫩南部的打法，不管你欧洲怎么反对，他根本不在乎。
他的打法里面就是一方面削弱真主党的力量，二方面在真主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他就越过边界了。不管你联合国的军队在边界上维持，他不管你联合国，他照打，他一个一个去占领那些小村落，把他的土地一寸一寸的往前推，推了以后他就驻守在那地方，他就不走了。他把当地居民的房子都炸掉、拆掉，把当地的居民赶到别的地方去。他占领的地方以后，就成为他的屯垦区，就成为他移民的地方，就成为现实。好，那您看到欧洲的国家说我反对，法国说我反对，你要给我撤军；德国或者英国都说我反对你撤军。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要没有对以色列制裁，你的反对都是假的。以色列看得很明白，你只要没有对我实施制裁，你都是玩假的。没有多久，慢慢的欧洲又改善跟以色列的关系了。然后以色列所占领的都归他所有。他过去对于约旦河西岸所有的土地的占领都是采用这一招，现在采用的方法对黎南也是用这一招，变成既定事实。然后欧洲的国家就睁眼说瞎话，这些国家最虚伪了。所以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共犯呐，然后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顺峰委员。以色列啊，最赢得人家的支持是二战的时候，他被纳粹啊这样子的屠杀，是面对的军国主义，他们是一个受害者。今天以色列的做法跟日本军国主义是一模一样。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理由只有一个，说我日本山多平原少，我需要扩大我的生存空间。谁是他的生存空间？中国就是他的生存空间，对吧？就占领了东北，9·18事变。哇！全世界哗然了，国联底顿调查团也来了，调查完了也回家了。你不觉得跟现在以色列的做法都一样吗？然后不只要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还要把整个的中东，日本叫做大东亚共荣圈，现在呢，以色列是什么？是大以色列共荣圈，是吧？那你会发现，这种侵略别人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论述，但是他都忘了当年他自己的悲惨，所以出来混的迟早要还。我认为，在这21世纪的后半50年里，以色列是不是还能这样子？我觉得问号再问号。因为当西方可以主宰世界，而犹太可以主宰西方的时候，这个故事好像是通的。但是当东升西降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呢？当陆权兴起的时候，不再是杨格的桑逊所掌握的海权世界的时候，会是这样子吗？各位拭目以待看看。真的，人类的历史有时候稍微拉长一点时间，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了。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还蛮重要的。再后来卡尔森呢，哇，这个真精彩了，这个真的很精彩。你有要去看最近卡尔森跟川普的翻脸啊，那个翻得很精彩。各位可能不晓得，现在卡尔森被美国的司法部在追诉，追诉的理由是用1938年的时候外国人事务法，说他在228以前呢，这个呢跟伊朗的官员密切的联络。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的手机被拿去被没收调查了，多严重啊！那现在卡尔森是公开的反川普，现在被川普的骂卡把他给除名了。那他现在是在共和党的内部里面是非常勇敢的带领共和党的内部啊的建制派的人在反以色列，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而且他很可能也是未来会用共和党的身份去挑战他的政治地位。所以他现在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个极为支持川普的人，最后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出现，而且川普会用除名还有法律来对付他，而且用间谍的方式来对付他，而且用1938年的法律来对付他。我看这两个人也差不多了。原来全世界的政治都差不多，不要告诉我谁比较高贵。好，我们记一下广告，马上回来。好，现在中东的局势发展，我们要看到这两国的
领袖来他们有通话了，这个是普京跟伊朗的总统，他们讨论到的是12号的时候，他们一起的通电话，普京就强调说，俄国是愿意继续推动通过政治跟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也愿意发挥调节作用，促进在中东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好，那现在也看到伊朗是拒绝放弃核武嘛，那当然美国媒体说川普手中的王牌就是切断石油出口，那他施压2个国家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可能会透过曾经重挫委内瑞拉的海上封锁的策略，来切断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脉。好，他认为像的就是中国还有印度在施加压力，甚至还透露多艘的航母已经在波斯湾附近来集结了。美国的这个国安专家他就特别讲说，现在美国的海军很容易就能完全控制海峡的通行，那绝对能够精确的监控海域往来的船只，包含前往中国跟印度的邮轮动向。好，所以如果想要经过哈格岛或是阿曼附近的狭窄区域，其实就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好，那当然除了军事外交的手段之外，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税帝君不是讲假的因为呢川普又来了他又要用他的关税武器了。他现在示警如果这个中国有军援伊朗的话，就要加征50%的关税那可见也就是国际的一些讯息嘛，那有听到他的耳里所以有这样的警告。好，那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就有透露说劝说这个川普要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好，这位联合国大使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海利好，迫使他们停止支持伊朗。如果中国不停止帮助伊朗，我们就不会允许中国拿到石油。那在中国同意这样做之前，川普不应该跟中国会面，说川普应该更积极的采取行动所以现在大家有一点质疑声浪如果照海利的说法，川普真的有听进去的话那5月中的川习会还要进行吗？好，那当然现在引发的是全球的能源风暴。我们看到的是川普自己也坦诚，石油跟汽油的价格可能会在11月期中选举之前都维持在高档。罕见承认自己6周前做出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带来政治的代价。好，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有你不知道而已啦。好，前 CIA 的局长甚至呼吁要罢免川普这位前局长叫做约翰布伦南好，他有特别说以不适任担任总统职务要求要罢免川普。他是讲到是美国宪法的这个第25条修正案好，为了这个川普量身定制的。好，那他也有特别讲到川普的一部分，我们来听一下。is just so troubling and worrisome that this person who clearly is unhinged and who I think the 25th Amendment was written with Donald Trump's in mind, because allowing someone like this to continue to be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to control the tremendous capabilities of the U.S. military, including our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y, which he seemed to allude to when he said he's going to just eliminate an entire civilization. Again, we really are in very, very troubling times. And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使出了一招嘛，就是彻底的封锁荷姆兹海峡那牛弹琴就说，其实美国这一招就是比烂谁玩扎眼谁输的游戏那美国现在就是进退两难，所以不惜自残了。伊朗封锁一道，美国就再封锁一道，所以他认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国际的油价会飙涨。好，典型川普的手段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目前沙国说这个东西的输油管的输油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好，那当然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说，阿布达比的王储12号要率团访陆。那欧洲的部分则是英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们不会参与封锁荷姆兹海峡也不跟随川普的这个想法。那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则是又到了中国大陆第4次的访陆，当然就是彰显对华自主的路线。那当然这个举动也引发了川普的不满我们看到他在北京逛街态度的十分放松。好，那在东南亚部分则是他们的这个越南的外交部副部长阮明武则是到了中国也要来访问这是在4月14到15号，那是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第3次的互访。好，那我们看到的是现在这个中东的战局，当然也牵涉到中俄两国。那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俄罗斯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啦，俄罗斯在帮伊朗。
因为伊朗的无人机，俄罗斯帮他改良，是可以抗干扰，然后又回销给伊朗。中国大陆至今为止，如果有的话，都是提供防御性的，比如说北斗卫星啊，或者是防空导弹啊这一类的。俄罗斯那个是攻击性武器啊，所以川普应该把俄罗斯增加500%的关税才对啊。不过俄罗斯也不怕，因为俄罗斯跟美国的贸易大概只有30亿，非常少哦。那中国大陆也不会理他啦。到底川普有没有这样的权利，我也怀疑啦。因为他目前都要按照法律才能够制定相应的关税了。这个不是个人的行政权随便可以加的。所以川普到现在为止，显然还不认为那个联邦法院判他违宪，他根本没有接受了。他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可以乱加了，跟已经在退税了。我可以乱加了。那有关川普的心智啊，这个事实上很多人都在谈了。在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就有人出版一本书啊，那时候大概是美国有28个精神医师联合来对他做诊断了啊，那基本不会这样说啦，不会说什么。大概最常讲的就是自恋了，那因为太自恋，所以会无视于外界的发展啊。那如果自恋到你只看到对你有利的，那当然就会变成国安重大的决策盲点嘛。那这次当然非常明显了，他说只看到对他有利的啊，所以才会让美国陷入这么大一个坑啊。可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政治人物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也不是只有川普啦，赖清德也不遑多让啊。对啊，确实蛮多政治人物的哦，不只是自恋，他可能也是耳朵比较硬的哦，他只想得到自己想的事情哦。那这样当然就会忽略了很多其他的声音哦。大家要知道，我们社会哦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民族或者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哦。那当然，你如果身为一国的元首，就必须要面面俱到嘛，哈。好，亮哥之外，我们来请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美国跟伊朗的这一回合的谈判虽然没有结果啊，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还好没有破裂，那就代表说双方都愿意继续谈。美国还是走的是高阶的啊，但是重要的外交人员的事务人员还是留着啊，那就代表说他们还是想跟伊朗继续谈。伊朗也是如此啊，他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多次的传达一个讯息，说他们并不排除继续谈判。现在俄罗斯就介入了，俄罗斯的普丁跟伊朗的总统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是有成效的啊。他等于是说，俄罗斯现在接力棒了啊，接过来，然后继续在推动美伊的谈判啊。那如果能够继续推动美伊的谈判，或许也有利于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处理乌克兰。所以我觉得普丁的这个手出得很好，然后他也缓和了这个局势。那目前传出来最新的消息了刚刚出来的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恢复谈判很有可能这最短的时间这2天就要开始启动了，第2轮了。对，第二回合因为他们第1回合的时候谈了3轮的谈判那21个小时嘛，那中间大概5-6个小时一次，然后休息一下，然后彼此之间跟对方的领导人那么沟通。像范斯他说他有第一时间，他有跟美国的总统川普报告，也有跟国务卿做这个交换意见，也有跟这个贝森特交换意见等等的。这代表说我们看到这个目前来讲，如果愿意继续推，大家都乐于见到。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政客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常常搞不清楚状况，他们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川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不知道他没有打赢这个伊朗，然后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他整个团队给川普的讯息都是活在自己的观念里面。这个黑格也是一样，他本身美国以前驻联合国的大使，他没有搞清楚状况，说你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平等的，平起平坐，实力是相当的。
你美国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优势。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大陆现碾压美国，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说美国现在碾压中国大陆，两个是实力相当的，实力相当。如果以现在在国际间对中国的好感度，那是整个美国的盟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我想这是美国自己的民调公司做出来的。如果我知道有一些青鸟有意见，说，哎，我这样子一直认为肯定中国大陆，然后他就说，那你干脆去中国大陆好了。那我要问的是，那欧洲人都肯定中国大陆，欧洲人都去中国大陆啊？这个就没有道理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青鸟他已经不理性了。但不理性没有关系，我们就不理他。我们继续谈的就是美国的政客，他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美国已经没有筹码来对中国大陆实施威胁，所以他还用鼓励、用威胁的方法来对中国大陆。现在从来没有说中国大陆要主动跟你美国川普谈的，是川普从上任之前一直到上任之后，满嘴满心就是想到大陆去访问。你怎么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呢？我觉得拜托吧，美国的政客读一点点书就好。有时候是不想看到，装看不到哦。盛峰委员，这海莉也是要出来选举总统的人。这个就是美国的水准哦。在敌人犯错的时候，千万不要提醒他，这种人应该推出来。这种水准嘛，这种水准还蛮好，因为他还可以替这个川普提意见，所以显然比川普还好一点了。也是。整个中俄啊，尤其是中国对于伊朗的援助，大概全世界都相信几件事：第一个提供了眼睛，第二个提供了耳朵，第三个提供了口袋。所谓口袋就是它的原油透过这个陆运的进口，这个大概都大家都像再过来提供了零组件，更重要的提供战争需要的民生物资。所以虽然打仗打到现在被封锁，但是没有事啊。这大概就是如此。我想这个也欺骗不了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事。导致我比较在意的是那个布伦南呐，布伦南就是奥巴马时代的 CIA 局长啊。那他在情报界那么长的时间，他呢在下来的时候就为了就是25年这个意见选举的时候通俄门呢，他就是通俄门去检查这个川普的，所以川普怀恨在心呢，把他的这个安全保护啊，把它撤销了。照在这种人退休下来，他是一生安全保护了，他把它给撤销了。这个报复他就对了。对，报复他。那这个是一个国家总统这样的做法，都是匪夷所思啊。所以难怪他另外好朋友卡尔森会说啊，这个我反对，为什么？而且呢，他公开的讲啊，这你们军队大家心里要做好准备，当他下令要用核武的时候，你们要拒绝执行。然后这个呢，不能这样说，这个人不能当总统的，要宪法修正案25条的，最主要是说他的心智是有问题的。这个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哦，实在是不垮也难了。但是呢，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整个的中东的战争，都让全世界知道需要另谋出路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什么那个东西水这个油管，东西油管各位人家看的地图就知道。他以后呢，他不必经过荷尔木兹海峡，直接进红海。所以呢，苏伊士运河到欧洲，经过这个另外海这边呢，出去了到亚洲。所以呢，有胡塞武装的啰嗦有没有？毕竟胡塞武装还是不如伊朗的实力大。那这个东西都会让全世界各国去找自己的安全出口，就如同中国大陆面对了马六甲海峡困境啊，你看他做了多少的努力，